嗨，大家！我自己在社群上面其实很常收到不少私讯说很向往我现在的生活，就是在纽约有上学、上班，然后有经营社群，也有一些娱乐。对，但我这次这支 vlog 呢，我想要来跟大家聊聊我在纽约的一些生活压力，然后还有做出的一些大大小小的牺牲。同时间，我也想跟大家分享我自己觉得在纽约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 self care。希望就是透过这个影片可以带给大家更不同面向的我这样子。那我现在呢要先赶一个作业，因为它的 deadline 就是2小时之后。那来跟大家分享我第一个常用 self care 的方法，就是在吃饭的时间看书。然后我觉得这件事情呢，可以分成2个部分。第一个部分是为什么是看书。那就像我以前曾经分享过的，我觉得花 social media 就是一个很容易让你分心、产生杂念的事情。尤其是我又是创作者，然后又在 marketing 的产业工作，其实我已经无时无刻都在滑 social media 了，所以在这之外的时间做这件事情，其实很容易让我感觉到疲惫。但我觉得书有一个蛮特别的地方，就是不像你在滑 IG 或 Facebook 上面有五花八门的资讯，很多时候你就是快速浏览过。我觉得书不一样，我在看书的时候，我就是只会 focus 在它所给我的东西上面。那第二个是为什么要选择在吃饭时间看？我得讲一下，就是我自己有一个小困扰是，如果我边吃饭然后边看手机的影片，我很容易错过某一些片段，是因为有时候我要专注在碗里的东西，我不要让食物掉出来。那这样有时候我可能就是要把影片往回拉，因为我就是错过了某些片段嘛，我就觉得很烦。然后我觉得在吃饭时间看书这件事情是在一个没什么压力的情况下帮助我达到这个目标，所以它给我很好的感觉，所以这是我蛮喜欢用的一个self care 的方法。In seltzer's rise. 嗨，大家，我现在人在 MoMA， 就是我们学校附近的一个美术馆。最近有一个展，我非常的想看，是跟影片有关的。但在那之前呢，我得先来就是美术馆上班一下。我刚刚看完展览了，然后我现在在这个美术馆，它外面有个超大的花园。最近纽约的天气就是非常的舒服，所以我就来这边坐一下这样子。然后我很喜欢刚刚那个展览，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好懂的，然后有些作品的概念很有意思这样子。然后这里带到我第二个想跟大家分享的 self care， 就是我平时是一定会排出时间去我想要参加的活动，像是展览啊，或者去上想要上的课，或者去想要吃的餐厅，再怎么忙我都会做到这件事情。然后同时间我也觉得大家不用可能在社群上面看到谁谁谁去干嘛，你就觉得你一定要去，我觉得这样子是完全没有意义的。self care 最重要的事情就是顾虑自己的感受，所以我觉得一定要把自己想要去做的事情摆在第一顺位。最近纽约已经开始变成可能8点才会天黑，所以其实现在已经好像6点了吧，但天就还是很亮这样子。看到很多人推荐的这个巧克力饼干，买回来吃，很好吃很酥脆，然后又是那种苦甜比较大人口味的感觉。我刚刚吃完晚餐了，然后我现在呢想要来跟大家分享一些我在纽约的生活压力来源。那我得先说，的确在 IG 或者是频道上面看到我在纽约的生活，多半都是可能很充实快乐啊，
但坦白讲，那只是因为我在难过的时候，我是不会拿起相机的，所以我其实还蛮佩服说有一些人在大难过的时候还可以架起手机什么的，我就觉得很怪。因为我难过的时候，我就想要发泄情绪，或者我想要找出解决办法，所以我根本不会分享我哭或者是我难过的片段，因为我根本没有录下来。今年有一个让我很有感的压力来源，就是我今年在纽约真的每一天都在赶各种的期限，不只是学校或者是工作上。我还记得今年年初我刚到 NYU 工作的时候，我才 on board 大概第2周吧，我就发现很多暑期实习的 deadline 他们都要关起来了。因为美国这边大公司他们面试的流程都要拉得比较长，所以暑期实习的职缺可能1月或2月就关起来，然后就开始跑面试的流程。所以我今年1、2月的时候，真的每一周大概都有3、4个 deadline 要赶，可能写完作业、工作完，然后就要马上开始改履历、改作品集，然后也不知道最后到底会不会拿到这个 offer。所以我那时候真的非常常会有那种焦虑，然后心跳加速，就是很莫名、很突然的发生。直到现在大概3、4月了，我觉得新工作跟课业上都有找到平衡，该投的履历都投的差不多，我才觉得这个问题有比较被解决。然后也因为现在就是2份工作加上学校课业的关系，我觉得我今年真的牺牲蛮多兴趣的，就目前也才3个月，但大家看到我现在频道就是2周才更新1支影片，然后我也没有在跳舞了。我其实有很多想去的舞蹈教室，但我也真的挤不出时间，或者是没有那个心情去。可能有空闲的时候，但就会觉得好像可以再多做可能其他工作上或者是暑期实习的准备。那大家可能会觉得这些就是一些小小的兴趣，没什么，但对我来说，我觉得我就是靠喜欢的事情在支撑生活的，不论是工作上或者是工作之外。所以对我来说，这些事情其实都非常的重要，我都很不想要舍弃任何一个。但那时候就是在列出优先顺序之后，发现工作上或者是学业上的事情对现在的我来说更重要，所以我一定得放弃一些比较不是那么紧急的兴趣。所以其实在就是镜头之外，我觉得我在纽约的生活还是有蛮多大家没有办法真的非常了解或者是看到的一面。在社群上不只是我相信很多人的生活多多少少都还是有套上一层滤镜，尤其是像在国外生活的创作者们，有很多就是看不到或者是很辛苦的地方，其实透过影像是真的很难传达给每一个看影片的观众这样子。大家早安，那今天就要继续来跟大家分享我的 self care 清单。然后我觉得有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就是你要尽量维持你生活环境的干净、整洁、有秩序。因为我觉得你处在什么样的地方，还是很容易影响你的心情，所以我都会尽量维持我房间不要太乱。那我们现在就要来折棉被。也太烫了吧！然后再来是我非常喜欢的 self care， 就是每天早晚的保养以及擦防晒的时间。我其实觉得我来美国之后超级注重这一块的，而且我觉得是有反映在我的肤质上面嘛，就是相较在台湾的时候好非常多。然后保养部分我就是很注重保湿嘛，然后防晒的话是我每天早上出门都会擦的，我超喜欢用 A 的防晒。然后也要记得，就是晚上回家前一定要用比较简单的卸妆产品，不用很强效，但是就是要把防晒卸掉这样子。而且我觉得，因为在纽约这边天气还是偏干冷，所以擦这种东西就变得很舒服，不像在台湾很湿热的时候，你又要再擦一堆东西在脸上，就觉得很黏腻、很烦。哦，好烫，被烫到。OK， 好，嗨大家，今天就是我头发也太乱，礼拜5，然后就是要来上班。
现在是午休时间，然后我要去跟一个台湾的网友见面，因为我请他帮我带了几本中文书过来，所以我跟他约在附近的咖啡厅。我回来了，然后呢，非常兴奋的要来开箱我刚收到的书。我买了3本，都是我超级宇宙无敌想看的。然后第一个呢是我很喜欢的作者阿飞，他的新书叫做《平凡就好，然后慢慢变好》。我觉得他的书是少数那种比较偏心灵励志类的书，但是我却觉得很贴近生活，就你看了不会觉得太矫情什么的。然后再来是村上春树的《遇见100%的女孩》，我其实很喜欢看村上春树的书，我之前的影片好像有分享过。虽然有时候你会觉得他的剧情有一点超现实，但我就蛮享受那种超现实的感觉，而且他的书很多都是短篇的，所以就是看完一个章节可以很快，然后我也不用觉得说不知道后面的剧情是什么。然后最后是一本叫做《奇迹晚餐》，我只知道这个故事背景是发生在纽约的城市里面。然后我现在因为在纽约嘛，所以我就对于这本书很感兴趣。这样子，我觉得我来纽约之后超级需要看中文书，因为日常生活里面真的是只能用英文，所以我觉得看中文书是我现在的慰藉。周五上班的结尾呢，就要用跟学生来开会收场。What? Like friends, boyfriends, concert? I talk about the concert. I will go to a concert either next week. It's a K-pop idol. 我刚刚去图书馆印完文件了，坐在我工作的这个 building 楼下。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大家记得去追踪我的 IG 看我更多纽约的生活分享，然后也记得要订阅频道，因为双周会更新一次，双周3会更新一次。那我们就下次影片见喽，大家拜拜。有个正题，这堂课基本上就是讲 email marketing 啊、SEO 网站优化啊，以及网站的 UI UX